中国功夫都是垃圾，中国拳手更是不堪一击。我听说我的下个对手是中国的农民工拳手，难道是中国拳坛没人了吗？什么样的货色都可以跳出来打比赛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没必要留手了。我要打的中国拳手下半辈子坐在轮椅上度过。谁成想嚣张的韩国棒子在擂台上被农民工拳手旱地拔葱，扛起之后重重的砸在地上，然后疯狂的重击，裁判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首先出场的就是韩国拳手禹成勋，他是韩国顶级的重炮手，拥有13战10胜3负的惊人战绩，最快18秒 KO 泰国拳王，首回合 TKO 日本悍将，10胜里面有8场都是首回合 KO 对手。他的惊人表现和超高的 KO 率，使他在韩国的人气一路飙升。自认为天下无敌的他，从此之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，所以他才赛前公开挑衅中国拳手。现在出场的就是中国拳手胡勇，绰号战狼，也是我国最强农民工拳手。他是一个人狠话不多的拳手，自从打入 ONE 冠军赛之后，一路过关斩将，获得4连胜的傲人战绩，超强的爆发力和恐怖的重拳，打的对手都服服帖帖。今天他就要让嚣张的韩国棒子尝试下中国功夫和中国力量。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胡勇的勇猛，请大家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正式开始。红色拳套是中国拳手胡勇，蓝色拳套是韩国拳手禹成勋，双方都非常的谨慎，并没有急于攻击。嚣张的韩国棒子步步紧逼胡勇，由于不清楚对手的攻击路线，所以胡勇并不想跟他对拼，只好后退和他拉开距离。稳定的发挥出色的表现，但是呢，我们也要客观的来看待他的对手，是一个非常具有实力的选手，要小心啊！对手现在主动要选择抱摔进地面。整个韩国选手的基础，他们的站立暴击和缠斗能力是不差的，扎实。哎，胡勇上来以后是选择了折腰，这个非常。胡勇把韩国棒子拖入地面之后，双方挣扎中，胡勇直接倒拔杨柳把韩国棒子扛起，然后走到擂台，另一脚重重的砸在地上。他超强的爆发力惊呆了现场的观众和裁判。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日礼物啊！祝禹成勋生日快乐。但是禹成勋已经拿到把了，55了，现在已经把把抄回来了。再来一次，一定要控制啊！如果总摔的话，后边体能会有问题。对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从这个观感上看，这是非常提振士气的，但是他确实也非常的消耗体力。是，但是至少我觉得好的层面上来看，目前看胡勇他的状态，目前呢是满格的啊，哎，感觉是非常好的，而且不给禹成勋输出的距离啊，对胡勇来讲不亏。8秒就 KO 对手。对。啊，对，打这个热苏右迷的时候是2分多钟6秒啊，TKO。这选手就是暴击能力很强，在这个级别太帅的漂亮，一膝2拳，这个连续的输出，哎呦，击倒了，这是一个机会，继续地面砸拳，胡勇没必要控制啊，这时候继续，但是胡勇这个前面拼的内骨，暴击顶膝。胡勇体能下，要小心，这个时候要小心，内交叉这一下就，这种比赛是非常有血性啊，真的是这个肉搏战，来一个手摆拳，再来，漂亮，禹成勋被打开了，整个节奏被破掉了。现在禹成勋需要一次重击，是啊，就是他在2个人换拳中，他能打着了，后手直拳。又一拳！哎，胡勇这个时候要小心啊！胡勇是选择了右侧的摇闪，这样的话是赌禹成勋重击在左手上。抱摔。因为在这回合的前半段的时候，胡勇的打的整个的裸脚，要小心。看看这个能不能把它防住，没完全进去。但是手上这扣我们现在看不见啊，这位置。这扣有点深，就要进去了。右面上放，有机会。胡勇的这次逃脱还不错，但禹成勋还是在有优势的情况下转皮正。胡勇现在给背的话要注意啊，比赛的时间其实不多了。对，根据万冠军赛的比赛规则呢是累积判定制，所以现在的表现不用太考虑，先逃出来。对，先把眼前这一难关先过掉。胡勇应该已经可以把后背放地面上，问题不大。因为前面有暴击啊，我有明显的重击给你。翻身起桥，小心手，小心自己的左手。你看这俩选手的就是自律能力，我们就看非常好。对，身上的肌肉都拉丝了，这肌肉解析度啊，这个线条真是令人羡慕。胡勇想迎肘，但是没迎到，是头撞到了对方的眉弓。
庾澄勋这样的话会有最多5分钟的时间休息，但胡勇明显是这个无意的，对，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担心恶意，我觉得不需要担心。是对抗当中碰到了，对，其实反而我觉得这个对胡勇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儿，因为他前面体能消耗大。对，但是15分钟的比赛，如果没有超过7分半啊，就是没有超过一半的情况下，比赛如果出现违规动作，但没有造成重大伤害的话，会回到比赛。如果是造成了无法继续比赛的这个伤害的话，会有可能就叫。胡勇来到学鹰之旅的这个过程是很顺利的，1波4连胜。哦，稍事调整啊，这时候体能就回来。对，这个时候的状态其实倒是会让相对放心。2个右手，再来一个。啊，胡勇体能掉的有一点快了，这个确实让人也很担心。胡勇打的真硬啊！就是这一拳，俩人其实就差一点儿。所以这种打法，我觉得一多半靠技术和能力，一少半还得有运气。对，现场的临场的发挥啊，和这个当时的决断，对，两个人的战绩实际上比赛进入第2回合，嚣张的韩国棒子还是步步紧逼胡勇，然后出腿试探，看到胡勇攻击过来，吓得韩国棒子连连后退。看到韩国棒子的猛攻，胡勇并没有胆怯，反而发起了强烈的反击，越战越勇。哦，小心，左手平勾打中胡勇了。庾澄勋压拳压得不好，打的都是胡勇的上半脸，还打得挺贼的很清楚自己的线路应该从哪儿进。胡勇的战力，中国现在的选手里边有这么硬战力的不多。这种打法还是非常招人喜欢。对，这场比赛赛前胡勇可是吃了大苦头，降重，然后控体重。因为像韩国选手，特别是 Team Mile 选手，他们都是那种极限教练，就是他们的赛事体重，和他们的这个平时体重是有区别的。但是万冠军赛的比赛呢，由于限制了这个身体的水分的比例，就是你必须保持在这个位置上，所以对他们来讲，他们等于长时间把自己的体重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这个层面，其实还挺痛苦的，挺难的啊。哎，反摔！哎呦，被反摔了，被扫了。胡勇小心啊！就在缠斗这个层面上，不是胡勇的优势。哎呦，抓对方这条腿的话，庾澄勋想拿背了，拿了，右勾进了，左勾还没有。庾澄勋拿得很低啊，在胡勇的这个腰的这个位置上，这样的话，胡勇想逃不容易。胡勇拿自己的右肘往里垫，想要破这把，没破了。哎呦，双勾进，这个裸脚还没盘成，但是这个位置啊，对胡勇来讲，他要承担对方体重的同时还要防守。对，胡勇躺倒在地的这个位置是对的啊，把对方的进攻手放在上边。胡勇是死抓着对手的那个辅助手。哎呦，庾澄勋身体三角。胡勇这个时候如果可以的话，往自己的左侧的这个胯去蹭。对方做了一个大扣，还是用上位手去进攻的话，胡勇稍微好防一点。庾澄勋的地面技术还是比较娴熟。我觉得胡勇可能在这方面不是他擅长的地方。翻起来，发拳顶膝后肘，机会。跳。韩国棒子现在非常的郁闷，地面缠斗他明显占据有利的位置，却拿捏不了胡勇，站立对拼胡勇的攻击隐隐压制着他，他被打得连连后退。难道现在中国的拳手都这么厉害了吗？农民工拳手都可以压制他了。后手哦，这拳塞到流了。战力方面，胡勇打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不过因为前面被压制了挺长时间，明显的这个拳值下来了，这个拳的重量下来了。
成功平攻。哎，再来。好了，现在选择假打啊，假摔真打。哦，后手胡勇，哦，小心防住了啊，手别掉。对，比赛进入第3回合，胡勇还是非常的小心，因为韩国棒子的重拳也很恐怖，一不小心就可能被 KO。比赛开始了。根据万冠军赛的比赛规则呢，这个趋近于给对方击倒或者 KO 的这种重击是第一拳重，然后是能够给对方打出位移的，然后才是点数。哇，漂亮！只要别上头。杠了一下，给杠了一下。其实胡勇第3回合，我觉得打的还是挺稳的。但是过了2分钟以后，这胡勇得需要打一。这个擂台呢，整个的面积比9米的圆笼要小一点，但是它比标准的擂台要大一点。对，胡勇在战力方面今天打的确实是可圈可点，总是会在2个人的回合对战上占点小便宜。对啊，不能说比余承勋强很多，哎，总是强了那么一点。可能如果是这个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，这个胡勇在战力上能多拿一点优势的话，对，余承勋在第2回合当中的这个缠斗，对几次的这个缠斗的控制，可能会给裁判留下一个这个比较好的这个优势。对，一旦把结果交给裁判，这不可控。有的裁判可能在这个判定层面上更倾向于缠斗。是。双方都非常的拼拳到肉，完全不怂，因为他们这场比赛不仅关乎战绩声誉，更关乎同级别的排名。这场比赛谁胜利谁就能进入同级别排名前5，所以为了荣誉之战，他们都没有退缩。漂亮，又中一个，可以。最后这回合还是有不少的这个中狙，还有1分20秒，小心防好了。对，还有1分20秒，别急，别上头啊！最后30秒的时候就可以拼一波。因为以目前体能来看，胡勇应该也就能支持1分钟左右的这种暴击。哎，漂亮！再次命中，打佛，有摆拳，到30秒或者20秒的节点上输出一波啊。但是还是得在这个做好这个防守的这个前提下，对，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被击倒。对。躺下啊！最后10秒爆发一波。好，2个人呢也共同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。那这场比赛也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最终比赛的结果，到底胜利会花落谁家？最后，胡勇以比分优势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虽然没有 KO 韩国棒子，但是胡勇的表现也让韩国棒子见识到了中国力量，让他知道了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做人不要那么嚣张自大。大家觉得这场比赛胡勇表现的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